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陈总说了，给你2个选择，要么主动辞职拿补偿，要么明天保安送你出门。张明抬起头，嘴角勾起一丝冷笑。你回去告诉那个废物，他今天下午就可以滚了。公司不欢迎蛀虫。人事部王姐瞪大眼睛，这个平时温和的技术主管疯了吗？竟敢这样说空降的副总裁。办公室里所有人都停下手中的活，等着看这场好戏。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3个月前，华丰科技迎来了新的副总裁陈华。那天早晨，张明像往常一样提前半小时到达公司，泡好茶，整理好桌面上的技术文档。作为技术部主管，他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6年，从一个普通程序员一步步爬到现在的位置。9点整，总经理李建国敲响了会议室的门。各位同事，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公司新来的副总裁陈华先生。李建国满面春风，陈总是从集团总部空降下来的，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陈华缓缓站起身，西装笔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的眼神在会议室里扫视一圈，最后停在张明身上。大家好，我是陈华，来到华丰科技，我的任务很简单，让公司运营更高效，让业绩更出色。陈华的声音不算大，但透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当然，这个过程中可能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希望大家能够配合。张明注意到陈华说调整这个词时，眼神又扫了自己一眼。会议结束后，其他部门主管都围着陈华寒暄，张明却径直回到自己的办公位。他有种不祥的预感。果然，第2天上午，陈华就找到了张明。张主管，你手里的项目进展怎么样？陈华翻着手中的资料夹，这个云平台升级项目预算有点高啊。张明放下手中的代码，转过椅子面向陈华。陈总，这个项目是公司的重点项目，预算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硬件设备、软件许可证、人员成本，每一项都有详细的清单，精确计算。陈华冷笑一声，我看了你们的报告，光是服务器就要80万，这是在抢银行吗？陈总，这是企业级服务器，我们需要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张明耐心解释，如果为了省钱用低端设备，一旦出现故障，损失会更大。损失？陈华把文件夹重重拍在桌上。我看最大的损失就是你们这些技术人员不懂成本控制，预算砍1半，项目照样做。办公室里其他同事都偷偷看向这边，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张明深吸一口气，陈总，技术项目不是简单的数字游戏，砍掉1半预算，就意味着要么用劣质设备，要么裁减技术人员。无论哪种选择，都会影响项目质量，那就是你的问题了。陈华整理了一下衣袖，我只看结果，不听理由。3天后，我要看到新的预算方案，记住，成本控制在40万以内。说完，陈华转身离开，留下张明一个人坐在位置上。旁边的同事小李凑过来，压低声音说，明哥，这新来的副总好像不太好惹啊。张明苦笑着摇摇头，看出来了。接下来的几天，张明想尽办法重新制定预算方案。他找了好几家供应商比价，甚至考虑使用2手设备，但无论怎么压缩，成本都很难降到40万以下。3天后的汇报会上，
张明准备了2套方案。陈总，这是重新制定的预算方案。张明打开 PPT， 第1套方案，成本40万，但需要使用2手服务器，系统稳定性会有风险。第2套方案，成本60万，设备全新，质量有保障。陈华连 PPT 都没看，直接说：“我要的是40万的方案，不是60万的理由。”陈总，我必须提醒您，如果使用2手设备，够了。陈华猛地拍桌：“张主管，我看你是不明白我的意思，这里不是技术论坛，不需要你的专业分析。我要的是执行力，不是借口。”会议室里静得可怕，所有人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张明看着陈华的眼神，那里面有种近乎赤裸的敌意。他终于明白了，这不是简单的成本控制问题，而是陈华想要立威，而自己很不幸的成了那只被杀的鸡。好的，陈总。张明缓缓点头，我明白了。从那天开始，张明感受到了来自陈华的步步紧逼。先是项目预算被强行削减，然后是团队人员被调走。陈华的理由总是冠冕堂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工作效率。技术部原本有12个人，陈华来了2个月后，就剩下8个。被调走的4个人，有2个去了市场部，1个去了财务部，还有1个直接被优化掉了。最让张明难以接受的是，陈华还从外面招了几个所谓的技术专家，这些人没有什么实际经验，但很会拍马屁。见了陈华就是陈总英明，陈总高瞻远瞩。小李是技术部的老员工，跟张明一起共事了4年。那天下午，他找到张明，表情有些尴尬：“明哥，我有件事要跟你说。”张明正在调试代码，头也没抬。“什么事？”“陈总找我谈话了，说要提拔我做技术副主管。”小李的声音越来越小。“但是有个条件。”张明停下敲键盘的动作，转过身看着小李：“什么条件？”他说：“希望我能多关注一下部门的工作情况，及时向他汇报。”小李不敢看张明的眼睛：“明哥，我知道这样不好，但是我老婆怀孕了，家里急需要钱。”张明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拍了拍小李的肩膀：“我明白，你去吧，明哥。真的，我明白。”张明的语气很平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不怪你。”小李走后，张明继续写代码，但他的手在微微颤抖，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一种深深的寒意。他意识到，陈华不仅要架空他，还要让他众叛亲离。类似的事情还在继续发生。技术部的老王被调到了行政部，美其名曰发挥沟通协调能力。程序员小张被派去做销售支持，理由是技术人员也要了解市场需求。每一次人员调动，陈华都会找张明谈话，表面上征求他的意见，实际上只是通知他既定的决定。“张主管，你觉得老王去行政部怎么样？”陈华斜靠在办公椅上，语气轻松得像在聊天气。“陈总决定就好。”张明的回答越来越简短。“你好像不太开心。”陈华装作关心的样子：“是不是觉得我调走了你的人？”张明抬起头，直视陈华的眼睛：“陈总，您是副总裁，人事调动是您的权限，那就好。”陈华满意地点点头：“我就喜欢你这种识时务的态度。”识时务。张明把这3个字在心里重复了好几遍。随着技术部人员的不断流失，张明的工作量急剧增加。原本12个人的活，现在要8个人来干，而且还要配合其他部门的各种临时需求。最要命的是，陈华还给技术部制定了新的考核标准，
不仅要完成既定的项目任务，还要参与公司的数字化改造，协助市场部做客户技术支持，甚至要帮财务部做系统维护。张主管，你们技术部这个月的工作饱和度只有 75%， 这个数字有点低啊。陈华拿着一份报表，摇头叹气，我觉得你们还有潜力可以挖掘。张明看着那份报表，上面的数字完全是胡编乱造的。陈华根本不懂技术工作的复杂性，却要用工厂流水线的标准来衡量程序员的工作效率。陈总，技术工作的难度不能简单用时间来衡量，有时候一个 bug 可能需要花费几天时间才能解决，但解决后的价值是巨大的。bug， 陈华笑了。张主管，你们不是专业的吗？怎么还会有 bug？ 张明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跟一个完全不懂技术的人解释技术问题，就像对牛弹琴。但陈华显然不打算听任何解释，他挥挥手打断了张明的话，我不想听这些专业术语，我只知道其他部门都能100%完成任务，为什么技术部就不行？因为其他部门的工作内容和技术部不一样。够了！陈华再次拍桌。张主管，我发现你总是有理由，什么时候开始解释比结果更重要了？办公室里的其他同事都低着头，假装专心工作，但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空气中的火药味。这种针对还在不断升级。陈华开始在全体员工大会上公开批评技术部的工作效率。技术部作为公司的核心部门，工作表现让人失望。陈华站在会议室最前面，声音在麦克风的放大下显得格外刺耳。项目延期，预算超支，工作效率低下。我必须说，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台下几十双眼睛都看向张明，有同情的，有幸灾乐祸的，还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张明坐在第2排，表情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当然，我相信张主管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陈华的目光锁定在张明身上。张主管，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待张明的反应。在公司工作这么多年，大家都知道张明的脾气很好，从来不跟人发生正面冲突。但今天的情况不一样，陈华明显是在公开羞辱他。张明缓缓站起身，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陈总说得对，技术部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张明的声音很平静，我会认真反思，努力改进。陈华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让张明在所有员工面前低头认错，彻底摧毁他的威信。但就在这时，张明又开口了，不过我想补充一点，技术部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会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量提高效率。陈华的笑容僵在脸上，张明看似在认错，实际上是在暗示技术工作的复杂性，还间接批评了陈华不懂技术却指手画脚。好的，我期待看到技术部的改进。陈华强忍着怒火，散会。会议结束后，陈华的脸色阴沉得像要下雨。他没想到张明会来这么一手，表面服软，暗地里还是在顶撞他，这让陈华更加确信张明必须得走。陈华的攻势变得更加猛烈，他开始频繁地找张明的茬，连最微小的问题都要大做文章。技术部的服务器有一次重启了，陈华就说是管理不善，某个项目延期了1天，他就要求写书面检讨，甚至连技术部的办公环境整洁度、
他都要亲自检查。张明发现陈华身边聚集了一批人，这些人有的是公司老员工，有的是新招的专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很会看风向。人事部的王姐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她原本跟张明关系不错，经常在茶水间聊聊孩子的教育问题。但陈华来了之后，王姐的态度发生了180度转变。张主管，陈总说技术部需要加强制度化管理。王姐拿着一份文件走到张明面前，语气公事公办。这是新的考勤制度，请您签字确认。张明接过文件，扫了一眼。新制度规定，技术部员工每天必须打卡4次，上班、午休开始、午休结束、下班，迟到早退扣工资，请假需要提前3天申请。王姐，这个制度有点严格吧？张明皱眉。技术工作有时候需要灵活安排时间，特别是紧急项目，这是公司规定，我只是执行。王姐的语气很冷淡，其他部门都是这样管理的，技术部不能例外。张明想起以前王姐跟他聊天时的温和语气，心里涌起一阵苦涩。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在职场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新制度实施后，技术部的氛围变得非常压抑。程序员们本来就加班比较多，现在连请假都变得困难重重。小刘的孩子生病了，想请半天假去医院，结果因为没有提前3天申请被拒绝。明哥，这样下去不行啊！剩下的几个老员工私底下找到张明，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落。有人已经在看其他机会了，张明何尝不知道，但他能怎么办？直接跟陈华对抗，那只会让陈华有更多的理由对付他。再忍忍吧。张明只能这样安慰同事们，也安慰自己。但陈华显然不打算给他们喘息的机会，下一个打击很快到来。公司最重要的云平台升级项目被陈华强行叫停了。张主管，这个项目我仔细研究过，投入产出比不高。陈华坐在会议室里，语气轻松地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我决定暂停这个项目。张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项目他们已经做了3个月，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眼看就要完成了。陈华却说停就停。陈总，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了70%，如果现在停止，前期的投入就全部浪费了。张明努力保持冷静，而且客户那边也在等着系统上线，客户可以继续使用老系统。陈华不耐烦地挥挥手，至于前期投入，那是沉没成本，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决策。张明想说，客户早就对老系统不满意了，想说技术债务会越积越多，想说团队的士气会彻底崩溃。但他看着陈华那副胸有成竹的表情，知道说什么都没用。我明白了。张明最终只说了这4个字。项目停止的消息传出后，技术部的同事们都傻了。大家辛辛苦苦3个月，结果什么都没留下，这是什么操作？小王愤愤不平。我们连夜加班写的代码，说停就停。老大，我们要不要申请内部转岗？小陈悄悄问张明。听说市场部在招人。张明看着同事们失望的表情，心里像刀割一样，但他不能表现出来，不能让大家觉得连主管都绝望了。项目虽然停了，但大家学到的技术和经验还在。张明强迫自己表现得乐观一些，我们继续做好手头的工作，机会总会有的。但他自己都不相信这些话。更糟糕的是，陈华还在技术部安插了自己的人。
那天上午，陈华带着一个年轻人走进技术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刘晨，新加入技术部的高级工程师。陈华的语气很兴奋。刘晨是北京某知名互联网公司出来的，技术实力很强。刘晨看起来28、9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穿着时髦的休闲西装。他冲大家点点头，嘴角带着一丝高傲的笑容。刘晨以后负责技术部的架构优化工作。陈华继续介绍：张主管，你安排一下，让大家配合刘晨的工作。张明很快就发现，这个刘晨不是什么技术高手，而是陈华安插的眼线。刘晨对具体的技术工作一窍不通，但很喜欢在各种会议上发表战略性意见。他动不动就说我在北京的时候，大厂的做法是，听起来很专业，实际上都是一些空洞的套话。更要命的是，刘晨经常跟陈华单独汇报工作，每次汇报完，陈华就会对技术部提出新的改进意见。张主管，刘晨反映技术部的工作流程有问题。陈华拿着一份报告，他建议引入敏捷开发模式，提高工作效率。张明看了看那份报告，上面写的都是从网上抄来的敏捷开发理论，完全没有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陈总，我们现在的项目规模比较小，人员也不多，没必要搞这么复杂的流程，这就是问题所在。陈华拍着桌子，思维僵化，不愿意接受新理念。刘晨是大厂出来的，他的建议很有价值。张明想说，刘晨连最基本的代码都写不好，还谈什么敏捷开发？但他知道说了也白说。陈华已经认定刘晨是技术专家，在陈华的支持下，刘晨在技术部的地位越来越高。他开始对其他同事指手画脚，动不动就说这个方案不够先进，应该用更前沿的技术。老员工们都看在眼里，心知肚明。小李已经被陈华收买了，刘晨是陈华的亲信，张明这个主管已经被架空了。技术部的氛围变得越来越诡异，表面上大家还是在正常工作，但私底下已经分成了几个派系，有人选择明哲保身，有人暗中站队，还有人在寻找退路。张明成了彻底的孤家寡人，这种孤立不仅体现在工作上，连生活细节都受到了影响。以前中午大家经常一起吃饭，现在张明总是一个人。以前下班后同事们会约着喝酒聊天，现在没人再叫他。最让张明难受的是老员工们的态度转变，这些人跟他共事多年，有过患难与共的经历，但现在都开始疏远他，不是因为他们本性恶劣，而是因为形势比人强。在华丰科技这样的公司，站错队的后果很严重，大家都有房贷要还，有家庭要养，不能为了所谓的义气断送自己的前程。张明理解，但还是会感到寒心。这种情况下，陈华变得越来越嚣张，他开始在各种场合暗示张明的无能，甚至在客户面前贬低技术部的工作。有一次，重要客户来公司参观，陈华亲自接待。在介绍各部门工作时，他说：“我们的技术团队很年轻，充满活力，当然，在管理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说这话的时候，陈华特意看了张明一眼，眼神里满是挑衅。客户是业内资深人士，一听就明白了陈华的暗示。他们开始质疑技术团队的专业能力，甚至提出要更换项目负责人。张明坐在会议室里，看着陈华在客户面前表演，心里涌起强烈的愤怒，但他必须忍着，
因为一旦爆发，就中了陈华的圈套。陈华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让张明失控，然后以工作态度有问题为理由把他踢出局。但张明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无论陈华怎么挑衅，他都保持着表面的平静，这让陈华有些意外，也有些恼火。于是陈华决定使用更加直接的手段。11月的最后一天，天空阴沉沉的，似乎预示着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张明正在电脑前调试一个系统漏洞，这是他现在为数不多还能独立完成的工作。陈华已经把技术部的大部分权限都收走了，张明现在更像是一个高级程序员，而不是部门主管。下午3点，人事部的王杰走到张明的办公桌前，他的表情有些不自然，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张主管，陈总让我给您这个。王杰把信封放在桌上，声音压得很低。张明抬起头，看到王杰眼神中有种复杂的情绪，像是同情，又像是无奈。什么东西？张明问。您看看就知道了。王杰说完，转身快速离开了。办公室里的其他同事都察觉到了异常，纷纷偷瞄这边的情况。刘晨坐在不远处，嘴角带着一丝几乎察觉不到的笑意。张明拆开信封，里面是一份打印整齐的文件。文件的标题很醒目，关于张明同志工作调整的建议。他快速扫了一遍内容，心里顿时明白了，这是陈华给他准备的最后通牒。文件上列举了张明的各种问题：管理能力不足，工作效率低下，团队建设不力，创新意识薄弱。每一条都有具体的事实依据，看起来很有说服力。最后的结论是，建议将张明同志调离技术部主管岗位，安排到其他合适的岗位工作。张明看完文件，把它轻轻放在桌上，他的表情很平静，平静的让观察他的人感到意外。按照常理，一个即将被撤职的部门主管应该表现出愤怒、不甘或者绝望，但张明什么都没有表现出来，就像在看一份普通的技术文档。5分钟后，陈华出现在技术部，他装作巡视工作的样子，在办公区里走了一圈，最后停在张明面前。张主管，文件看完了吗？陈华的语气很轻松，就像在问今天的天气怎么样。看完了。张明回答的也很平静。有什么想法？陈华继续试探。您的意思呢？张明反问。陈华有些意外张明的反应，他本来期待看到张明愤怒或者求情，这样他就能趁机羞辱对方，但张明的平静让他感到不舒服，好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我的意思很明确。陈华清了清嗓子，声音故意放大。技术部需要更有活力的管理者，当然，公司不会亏待老员工，会给你安排合适的岗位。办公室里的同事们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诡异的紧张感。每个人都知道，这是最后的摊牌时刻。张明缓缓转过椅子，正面看着陈华，两个人的目光在空中交汇，谁都没有避让。如果我不同意呢？张明问。陈华嘴角露出一丝冷笑。那就比较麻烦了，公司可能会认为你不服从管理，工作态度有问题，到时候恐怕连普通岗位都很难安排。威胁，赤裸裸的威胁。在场的所有人都听懂了陈华的意思，要么接受降职，要么滚蛋。我需要考虑一下。张明说。当然可以。陈华很大度地点头。不过时间不要太长，明天我需要得到你的答复。说完，陈华转身离开了技术部，他的步伐很轻快，
就像做了一件让他心情愉悦的事情。张明重新转过身，继续看着电脑屏幕，但他已经没有心思写代码了。屏幕上的字符在他眼中变得模糊不清。下班时间到了，同事们陆续离开办公室。有人路过张明身边时，欲言又止，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很快，偌大的技术部就剩下张明一个人。他关掉电脑，收拾好桌面，然后拿起那份建议文件再看了一遍。陈华的字迹工整，逻辑清晰，每一个指控都有据可循。如果不了解内情的人看到这份文件，可能真的会认为张明是个无能的管理者。张明忽然笑了，笑声在空旷的办公室里显得有些诡异。第二天上午，人事部的王姐又来找张明了，这次她的表情更加复杂，似乎有些愧疚。张主管，陈总让我问一下您的决定。王姐坐在张明对面，语气很小心。张明放下手中的咖啡杯，看着王姐。王姐，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择？王姐愣了一下，没想到张明会反问她。她犹豫了几秒钟，然后说：我会考虑实际情况，毕竟家里还有老人孩子要照顾。是啊，实际情况。张明点点头。王姐，你去告诉陈总，就说我需要再考虑一天。可是陈总说，告诉他我明天给答复。张明的语气很平静，但有种不容置疑的坚定。王姐看了看张明，最终点头同意了。中午，张明一个人在公司附近的小餐厅吃饭。以前这个时间，他通常会和同事们一起，大家聊聊工作，抱怨老板。现在他只能一个人面对一桌子的菜。吃到一半，他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号码。你好，张明吗？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语气很客气。我是，您哪位？我是猎头公司的Tom，有一个技术总监的职位想推荐给你。据我了解，你在华丰科技的工作很出色。张明苦笑着打断了对方。不好意思，我现在情况比较复杂，暂时不考虑换工作。是这样啊，Tom显然有些意外。那如果你以后有需要，可以随时联系我。挂断电话后，张明坐在餐厅里发呆。讽刺的是，就在他即将被踢出局的时候，外面却有更好的机会在等着他。但他现在不能走，至少不能这样走。下午，张明意外地收到了总经理李建国的消息，让他去办公室谈话。李建国的办公室很大，装修得很气派。他坐在真皮沙发上，给张明倒了杯茶。小张啊，听说最近工作压力很大。李建国的语气很和蔼，就像长辈关心晚辈。还好，工作上的事情总是会有各种挑战。张明客气地回答。是啊，挑战。李建国点点头。不过有时候我们也要学会适应变化。公司在发展，管理模式也在升级，这是大势所趋。张明明白了，李建国这是在劝他接受陈华的安排。李总，我在技术部工作了6年，对这个部门很有感情。张明说，如果公司觉得我的工作有问题，我愿意改进。小张，你的技术能力我是认可的。李建国的语气更加温和，但是管理工作确实不是每个人都适合。陈总的建议也是为了你好，换个岗位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如果我坚持留在技术部呢？张明问。李建国的表情有些尴尬。小张，陈总是集团派下来的，他的意见公司需要认真考虑。张明明白了，李建国虽然是总经理，但面对空降的副总裁，他也不敢得罪，或者说他根本不想为了一个部门主管去得罪陈华。
我明白了。张明站起身，谢谢李总的关心。小张，公司不会亏待你的。李建国在身后喊道，新岗位的待遇不会比现在差。张明没有回头，径直走出了办公室。晚上，张明在家里坐了很久，他想起6年前刚进华丰科技时的场景。那时候他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对技术充满热情，对未来充满憧憬。6年来，他从一个普通程序员成长为部门主管，带领团队完成了无数个项目，解决了无数个技术难题。他把青春最美好的时光都献给了这家公司。但现在，这一切都要结束了，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错误，不是因为他能力不足，仅仅是因为一个空降的副总裁看他不顺眼。张明拿出手机，翻到了那个猎头的电话，他的手指在屏幕上停留了很久，但最终还是放下了。不，他不能这样离开，至少不能让陈华如愿以偿。第3天上午，人事部的王姐再次出现在张明面前，这次她的表情有些急切。张主管，陈总说必须今天给答复。王姐的声音有些颤抖，她说，如果您还不表态，就会按照不服从管理处理。张明看着王姐紧张的表情，忽然觉得有些好笑。陈华把所有人都吓坏了，包括这个在公司工作了10年的人事主管。王姐，你去告诉陈总。张明站起身，声音很平静，就说我有话要当面跟他说。当面？王姐有些惊讶。对，当面。张明的眼神中有种王姐从未见过的光芒。告诉他，半小时后，会议室见。王姐怔怔地看着张明，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个平时温和的像邻家大哥的技术主管，今天好像变了个人。半小时后，公司的小会议室里坐了很多人。陈华坐在主位上，脸上带着胜利者的笑容。李建国坐在他旁边，表情有些复杂。人事部的王姐、财务部的老陈，还有几个部门主管都来了。看架势，这更像是一场公审大会，而不是简单的工作谈话。张明最后一个进入会议室，他环视了一圈，看到了熟悉的面孔，也看到了陌生的眼神。这些人中，有些曾经是他的朋友，有些曾经是他的同盟，但现在他们都坐在陈华一边。张主管，请坐。陈华做了个手势，语气很客气，但眼神中满是轻蔑。张明没有坐下，而是站在会议桌的另一端，和陈华正面相对。陈总，听说您要我表态。张明的声音很平静。是的。陈华点点头。关于工作调整的事情，我需要你的明确答复。在答复之前，我想先问几个问题。张明说。陈华有些意外，但还是点了点头。你说。第一，我想知道，您觉得我在技术部工作的这6年，有哪些具体的失误？陈华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张明会这样问。他翻了翻手中的文件。这个，你的问题主要是管理方面的。具体来说什么？张明打断了他，请举出具体的例子。什么时间？什么事件？造成了什么损失？会议室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张明话语中的锋芒。这个平时从不与人争执的技术主管，今天像换了个人。陈华的脸有些红了，他确实列举了很多张明的问题，但仔细想想，都是一些虚无缥缈的指控，很难找到具体的事例。第二个问题，张明继续说，您说我管理能力不足，那么您觉得什么样的管理才算合格？这个，陈华开始感到不自在。是像您这样，上任3个月就把一个运行良好的部门搞得人心涣散，
还是像您这样不懂技术，却要对技术工作指手画脚？陈华终于有些恼怒了。第三个问题，张明的声音变得更加有力。您凭什么认为一个连代码都不会写的人有资格评判技术人员的工作能力？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张明的话震惊了。在华丰科技工作这么多年，他们从未见过有人敢这样质疑管理层。陈华的脸已经涨得通红，他万万没想到，一直温和忍让的张明会突然爆发，而且爆发得如此彻底。张明，陈华猛地拍桌站起，你什么意思？这是对上级的态度吗？张明冷冷地看着他，上级？您确定您配这个称呼吗？空气似乎都凝固了，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待着这场冲突的结果。就在这时，张明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嘴角露出一丝几乎察觉不到的笑容。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张明按下接听键，语气变得很恭敬。你好，我是张明。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张明点点头。好的，我明白了。挂断电话后，张明环视了一圈会议室，最后把目光锁定在陈华身上。陈总，刚才您问我的态度，现在我给您答案。张明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第一，我不会接受降职。第二，我建议公司里就不要出现不懂技术还要指手画脚的人。第三，张明停顿了一下，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你今天下午就可以滚了。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3分钟后，出现了几个人。陈华瞪大眼睛，看着突然出现在门口的人，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如纸。为首的是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身材略胖，戴着金丝眼镜，穿着朴素的黑色西装。但就是这个看起来很普通的人，让陈华的双腿开始颤抖。老郑，你怎么来了？李建国惊讶地站起身，语气中带着明显的紧张。来人正是集团总部纪委书记郑文昌。在整个集团内部，这是一个让所有高管都闻风丧胆的名字。李总，我们是来调查一些问题的。郑文昌的语气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重锤一样砸在陈华心上。陈华同志，请你配合我们的调查。陈华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他强撑着站起身，声音有些发颤。郑书记，不知道有什么问题需要调查？问题很多。郑文昌打开手中的文件夹，挪用项目资金，收受供应商回扣，虚报财务数据，滥用职权。你说说，我们应该从哪一个开始？陈华的身体摇晃了一下，差点跌坐在椅子上。他的眼神慌乱地在会议室里扫视，最后停在张明身上。此时的张明脸上完全没有之前那种被欺压的委屈表情，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让人感到寒意的平静。你，陈华指着张明，声音颤抖，你到底是什么人？张明缓缓走到会议桌前，从内袋里掏出一个黑色的证件夹，慢慢打开。集团总部纪委监察科调查员张明，他的声音很平静。陈华同志，我们见面的时候到了。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这个惊天逆转震惊得说不出话来。那个被陈华欺压了3个月的技术主管，那个被认为是无能废物的部门负责人，竟然是集团纪委的调查员。王杰手中的笔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他怔怔地看着张明，仿佛第一次认识这个人。这不可能。陈华喃喃自语，你怎么可能是调查员？你明明是技术部主管。技术部主管
只是我的掩护身份。张明从郑文昌手中接过一份文件。3个月前，集团接到举报，反映华丰科技存在财务违规问题，集团决定派人进行秘密调查。我就是被派来的调查员。陈华的脸色彻底垮了，他终于明白，自己这3个月来的所有表演都被张明看在眼里，不只是看在眼里，还被详细记录了下来。所以你一直在监视我。陈华的声音很小，像是在自言自语。不是监视，是调查。张明纠正道。陈华同志，你在华丰科技的每一个决定，每一笔资金调动，每一次与供应商的接触，我们都有详细记录。说着，张明打开文件夹，里面是一大堆照片、录音资料和财务凭证。比如这个，张明拿出一张照片，10月15日晚上，你在金港大酒店与宏达设备公司的王总会面，当场收受了50万元的回扣，这顿饭花了8000多，你还要求公司报销。陈华的脸已经没有血色了。那天晚上的事，他以为做得很隐秘，没想到被张明完全掌握了。还有这个，张明又拿出一份财务报表，你利用职权，将原本用于设备采购的200万资金挪用到个人账户，然后虚构了一个并不存在的设备采购项目。这个，张明继续翻着资料，你与财务部的小刘勾结，虚报员工加班费，前后共套取公司资金30多万。每念出一项指控，陈华的身体就颤抖一下，到最后他整个人都瘫软在椅子上。李建国在一旁听得目瞪口呆，他知道陈华不是什么好人，但没想到问题这么严重。更让他震惊的是张明的真实身份，小张，不，张调查员。李建国小心翼翼地说，你在我们公司工作了6年，该不会……李总放心，我对华丰科技的调查只针对陈华同志。张明的语气很平和，这6年来，华丰科技的整体运营是健康的，您的管理也没有大问题。李建国长舒一口气，但随即又紧张起来。那我不知道陈华的问题是不是？李总，作为总经理，您确实有监管不力的责任。张明直言不讳，但这主要是管理制度的问题，不是个人品德问题。集团会对此进行相应的处理，但不会太严厉。李建国点点头，心里的石头算是放下了一半。此时的陈华已经彻底绝望了，他知道面对这么多确凿的证据，他再怎么狡辩都没用。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陈华用最后的力气问道。张明看了看他，然后说，不是怀疑，是确定。在你来华丰科技之前，集团就已经掌握了你的一些问题，派我来就是为了收集更多证据。那你为什么要忍受我的羞辱？陈华不甘心，你完全可以直接举报我，因为我需要证据。张明平静地回答，仅仅知道你有问题还不够，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才能定罪，而且我也想看看你能够堕落到什么程度。所以这3个月来，你一直在演戏。不全是演戏。张明摇摇头，我确实是技术专业出身，在纪委工作之前，我也确实是一名程序员，所以我在技术工作上的表现都是真实的。陈华苦笑一声，怪不得你的技术能力这么强，我还以为你只是个幸运的家伙。陈华同志，现在不是感慨的时候。郑文昌看了看手表，我们需要你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2个工作人员走到陈华身边，做出请他离开的手势。陈华缓缓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
即使到了这种地步，他还是想保持最后的体面。等等，张明突然开口，所有人都看向他。陈华同志，还记得你刚才问我的问题吗？张明的眼神很平静。你问我凭什么对上级不敬？现在我告诉你答案。陈华愣住了，因为你不配当我的上级。张明一字一句地说，一个贪污腐败的蛀虫，一个滥用职权的败类，你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的尊敬？这句话像一记重拳，彻底击垮了陈华最后的心理防线。他的脸上露出绝望的表情，整个人仿佛瞬间苍老了10岁。带走！郑文昌挥挥手，陈华被工作人员带出了会议室。临走前，他回头看了一眼张明，眼神中有怨恨，有不甘，但更多的是恐惧。他知道，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厉制裁。陈华被带走后，会议室里的其他人还沉浸在巨大的震惊中。人事部的王姐瘫坐在椅子上，脸色苍白。她想起这3个月来对张明的冷漠态度，心里涌起强烈的羞愧感。张调查员，王姐声音颤抖，我这3个月，王姐，你不用自责。张明的语气很温和，你只是在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这没有错。可是王姐的眼泪掉了下来，我对你那么冷漠，还执行那些过分的制度，那些制度确实过分，但不是你制定的。张明走到王姐面前，王姐，你在人事工作上一直很认真负责，集团对你的评价很高。王姐哭得更厉害了，她为自己的势利眼感到羞愧，也为张明的宽容感到感动。李建国也走了过来，张调查员，这3个月来，公司对你的处境，我很抱歉。李总，你也不用道歉。张明摆摆手，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您的选择可以理解。毕竟，陈华是集团空降的高管，您也有自己的考虑。但是我应该更加了解情况，不应该让你承受那么多压力。李建国的表情很懊悔，压力是必然的。张明淡淡一笑，如果没有压力，陈华怎么会暴露出他的真面目？就在这时，技术部的同事们陆续赶到了会议室。他们听说会议室里发生了什么，都想来看看究竟。当他们看到张明站在那里，而陈华已经不见踪影时，脸上都露出了困惑的表情。明哥，发生什么事了？小李小心翼翼地问。陈总呢？张明看着这些曾经一起工作的同事，心情有些复杂。这3个月来，这些人的态度变化，他都看在眼里。陈华被带走调查了，张明简单地说。被调查？小李瞪大眼睛，为什么？因为他涉嫌贪污腐败。张明回答得很直接。技术部的同事们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这时，刘晨也走了进来。当他看到现场的情况时，脸色变得很难看。作为陈华的亲信，刘晨很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他在技术部这3个月，除了向陈华汇报张明的问题之外，几乎没有做过任何实际工作。张主管，刘晨的声音有些发抖。刘晨同志，张明打断了他。关于你在技术部这3个月的表现，我们都有详细记录。刘晨的脸瞬间白了，他知道自己这3个月的所作所为都被张明看在眼里。当然，你的问题相对较轻。张明继续说，主要是工作态度问题，不涉及违法犯罪，集团会对你进行相应的处理，但不会太严厉。刘晨长舒一口气，但随即又紧张起来。他知道，即使不涉及犯罪，他在集团内部的职业生涯也基本结束了。张调查员，这时郑文昌走了过来，
案件的调查工作基本结束了，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谢谢领导。张明恭敬地点头。集团对你这次的工作很满意。郑文昌拍了拍张明的肩膀，上级决定提拔你为纪委监察部副主任，专门负责下属企业的监察工作。这个消息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纪委监察部副主任，这可是集团内部的重要职位，级别比华丰科技的总经理还要高。同时，郑文昌继续说，鉴于华丰科技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集团决定加强对下属企业的监管。张明同志将兼任华丰科技的监察专员，定期对公司的运营情况进行检查。李建国的脸色有些复杂，一方面他为张明的升职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从今以后华丰科技的一举一动都会在集团的严密监控之下。接下来的几天，华丰科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人事调整，陈华被正式解除了副总裁职务，并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刘晨被调离了技术部，去了一个边缘部门做普通员工。技术部重新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那些被陈华调走的老员工，大部分都申请调回了原岗位。小李是第一个找到张明的人。明哥，不，张主任。小李的表情很尴尬。我想跟您道歉。道歉？张明看着小李，为什么要道歉？因为我背叛了您。小李的声音很小。陈华让我监视您的时候，我答应了。小李，你没有背叛我。张明的语气很平静，你只是在保护自己的利益，这没有错。而且，你的汇报对我的调查工作也有帮助。帮助？小李不明白。你告诉陈华的那些情况，让他更加确信我只是个无能的技术主管。张明笑了笑，这帮助我更好地隐藏了身份。小李恍然大悟，然后露出了愧疚的表情。可是我的动机不纯，动机重要，但结果更重要。张明拍了拍小李的肩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我理解。类似的对话还发生在其他同事身上，大家都对自己这3个月来的行为感到羞愧，但张明都表现得很宽容。这种宽容不是伪装，而是发自内心的理解。作为一名调查员，张明见过太多人性的复杂，他知道，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很少有人能够始终坚持原则。人事部的王姐是最愧疚的一个，她主动找到张明，要求调离人事部。张主任，我不配继续做人事工作。王姐的眼睛红红的，这3个月来，我对您的态度太过分了。王姐，你的工作能力很强，公司需要你。张明劝道。至于这3个月的事情，都过去了。可是王姐，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当时你不配合陈华，会发生什么？张明反问。王姐愣住了。你会被调离人事部，然后陈华会安排自己的人接替你的位置。到那时，公司的人事工作就完全被他控制了。张明解释，你的配合实际上保护了公司的利益。王姐没想到张明会这样分析问题，心里的愧疚感减轻了一些。而且，张明继续说，你虽然执行了陈华的指令，但从来没有主动害过任何人，这说明你的本性是善良的。王姐彻底被说服了，她决定继续留在人事部，但同时也暗下决心，以后绝不再做违心的事情。李建国的处理相对复杂一些，作为总经理，他对陈华的问题确实负有监管责任，但考虑到他对公司整体运营的贡献，集团最终决定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李总，
集团决定保留您的职务，但会加强对公司的监管。张明在跟李建国谈话时说，希望您能够吸取这次的教训，加强内部管理。我明白。李建国点头，以后我会更加注意这些问题。另外，集团也会派专人定期对公司进行审计，确保不再出现类似问题。李建国明白，这意味着他的权力会受到一定限制，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他确实在监管上存在疏漏。最有意思的是技术部内部的变化。随着张明身份的曝光，技术部的地位在公司内部急剧上升。其他部门的同事看到技术部的员工，都会投来敬畏的目光。毕竟，他们部门出了一个集团监察部副主任，这可不是小事。但张明很快就淡化了这种影响。他主动找到各部门主管，解释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工作性质。我的调查工作已经结束了，现在我还是技术部的一员。张明在部门主管会议上说，希望大家能够正常相处，不要因为我的身份而有所顾虑。但说归说，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张明的特殊身份注定了他在公司内部的地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在处理完公司内部的事务后，张明接受了集团内部刊物的采访，详细讲述了这次调查的全过程。其实，在我来华丰科技之前，集团就已经掌握了陈华的一些问题线索。张明在采访中说，但这些线索还不足以构成完整的证据链，所以集团决定派人进行深入调查。为什么选择您来执行这次任务？记者问。主要是因为我的专业背景。张明解释，我本科学的是计算机专业，研究生学的是管理学，后来又在纪委系统工作了几年。这样的背景让我能够胜任技术部主管的工作，同时又具备调查工作的专业能力。在调查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心理压力。张明毫不犹豫地回答，要在陈华的压迫下保持平常心，确实很困难，特别是看到同事们的态度变化，有时候真的很想放弃伪装，直接摊牌。那您是如何坚持下来的？责任感。张明想了想，集团委托我执行这次任务，我就必须完成。而且陈华的行为确实很恶劣，必须要有人制止他。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主要是观察和记录。张明说，陈华很狂妄，做事不够谨慎，我只要保持足够的耐心，总能抓到他的把柄。比如他收受回扣那次，我事先在酒店安排了人，用隐蔽摄像设备记录了整个过程，陈华完全没有察觉。听起来您早就预料到他会有这样的行为。不是预料，是了解。张明解释，在调查一个人之前，必须要充分了解他的性格特点和行为模式。陈华这种人骨子里就是贪婪的，给他机会，他一定会暴露。您觉得这次调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对人性的认识更加深刻了。张明停顿了一下，这3个月，我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性，有陈华这样的败类，也有王姐这样善良但软弱的人，还有小李这样在压力下做出违心选择的人。您对那些在压力下背叛您的同事有怨恨吗？没有。张明摇头，我能理解他们的选择，在那种情况下，保护自己是人的本能。我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是英雄。那您对陈华有什么看法？他是一个典型的投机主义者。张明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不择手段打击异己，这样的人在任何组织里都是毒瘤。
必须清除。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这次调查对华丰科技有什么积极意义？净化了公司环境，也给其他人敲响了警钟。张明说，希望通过这次事件，让大家明白，集团对腐败问题是零容忍的，无论职位多高，权力多大，只要触犯了法律法规，就一定会受到严厉惩处。采访结束后，张明正式离开了华丰科技，到集团总部担任监察部副主任。临走前，技术部的同事们为他举办了一个简单的欢送会。明哥，以后还能见面吗？小李问。当然可以，张明笑着说，我会经常来公司检查工作的，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吃饭。那你以后还会回技术部工作吗？小王问。技术部永远是我的家。张明的表情很温和，无论我在什么岗位上，我都不会忘记在这里工作的经历。王杰也来参加了欢送会，他给张明倒了一杯茶，眼中含着泪水。张主任，谢谢您的宽容。王姐，以后我们还是同事，不要这么客气。张明接过茶杯，华丰科技需要您这样的人才。李建国也到场了，他举起酒杯，对张明说，张主任，这3个月来，公司对不起您，我代表华丰科技全体员工向您道歉。李总，您客气了。张明也举起杯子，华丰科技是一家好公司，只是遇到了一些问题，相信在您的领导下，公司会发展得更好。欢送会在温馨的气氛中结束，张明收拾好自己的物品，最后看了一眼技术部的办公区，这里有他6年的青春记忆，也有3个月的卧底经历。无论是真实的张明，还是伪装的张明，都在这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离开华丰科技的那天，张明没有开车，而是选择了步行。他想最后一次感受一下这条熟悉的道路。路上，他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号码。你好，张明先生吗？我是某某媒体的记者，想就华丰科技案件采访您。张明没有让对方说完，就挂断了电话。他不喜欢这种炒作，也不希望这个案件被过度渲染。对他来说，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工作任务，没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1个月后，陈华案件有了最终结果，因为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多项罪名，陈华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消息传到华丰科技时，没有人感到意外，在大家看来，这样的结果完全是陈华咎由自取。刘晨在案件结案后，主动申请调离了华丰科技。他知道自己在这里已经没有发展空间了。技术部重新焕发了活力。在张明离开后，小李被提拔为技术部主管，继续带领团队完成各项工作。云平台升级项目也重新启动了。在张明的建议下，集团为这个项目追加了投资，确保系统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华丰科技的故事并没有因为张明的离开而结束，相反，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在集团总部，张明开始了新的工作生涯。作为监察部副主任，他的职责是监督集团下属各企业的运营情况，确保不再出现类似华丰科技的问题。这是一份充满挑战的工作，也是一份充满意义的工作。张明知道，在他面前还有更多的陈华在等待着被发现和制裁，但他已经准备好了。6年的技术工作经验，3个月的卧底调查经历，让他对企业运营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他相信，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和正义感，一定能够为集团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华丰科技案件对张明来说只是职业生涯中的一个片段，但这个片段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从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技术主管，到让人闻风丧胆的监察干部。这种身份的转变充满了戏剧性，但张明从来不认为这是什么传奇故事。在他看来，自己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情。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陈华的下场就是最好的证明。而对于那些曾经背叛过他的同事，张明选择了宽容和理解，因为他明白，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保持初心是多么困难的事情。这个世界上，英雄永远是少数，普通人才是大多数。不能因为普通人的软弱，就否定他们存在的价值。华丰科技的故事告诉我们，在职场这个复杂的环境中，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有人选择了正义，有人选择了妥协，有人选择了背叛，但无论选择什么，都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陈华选择了贪腐，最终锒铛入狱；张明选择了正义，最终获得了尊重和认可。那些普通员工选择了保护自己，虽然内心愧疚，但也保住了工作和生活。这就是现实，残酷但真实。在这个故事的最后，张明已经成为了集团内部令人敬畏的人物，他的名字成为了正义和公平的象征。但张明自己知道，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在更高的职位上，他会面临更大的诱惑和更复杂的挑战。能否保持初心？能否始终坚持正义？这是摆在他面前的终极考题。不过，从华丰科技这3个月的经历来看，张明已经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相信在未来的道路上，他也会继续书写属于自己的正义传奇。而华丰科技在经历了这次风波之后，也会变得更加健康和强大。毕竟，只有经过暴风雨洗礼的企业，才能真正茁壮成长。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